大爷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多的是。这里简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么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，各种限量版可乐，有的瓶身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、天使爱美丽联名款、阿凡达联名款，世界各地的可乐都能在这里找到。由于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最贵的一瓶能卖200万韩元。大家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这个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收音机，收集这些又花掉了好几百万。大叔表示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支，家里墙纸都是用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是打火机，牛奶盒也是，灭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，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。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，最独特的要数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虽然大爷不抽烟，打火机却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。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拿在手上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。拔一跟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
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，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密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，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，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，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大白天，他用一整块黑布把灯遮了起来，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红豆，让它分散到每个角落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只因这天花板有点怪，狗狗不分昼夜地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就算拿它最爱的食物，也不能转移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这诡异现象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当时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不分昼夜地对着天花板叫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把热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，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，然后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看看。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去物业一问，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监控显示，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片刻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细微的噪音。接着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，这种声音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。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搬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很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它是真的累了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7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
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拨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和面盆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。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，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。这下主人更怕了，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。专家一听却笑了，给他出了一招，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，把这东西调出来。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，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。没一会，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，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接着一口吞了。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，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，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。关键它家在9楼，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。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，也没人养树蛙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。问了一圈，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，准备做泡菜。专家一拍脑袋，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。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。把面盆拆下来，刚切开一个洞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非常可爱。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
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，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。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他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它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折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大姐只是吃了块生鱼片，朋友都觉得她有病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生鱼片，而是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鳐鱼。发酵的鳐鱼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之一，但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，很快就干完了一盘，还说根本没感觉。这话彻底激起了节目组的好奇心，给她安排了一个残酷的挑战，带她来到了鳐鱼发酵储藏室。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跟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然而大姐没有任何感觉，主动贴着鳐鱼闻了又闻，甚至情不自禁舔了几口，说一点都不臭。那么好，挑战继续升级，大家又给她准备了冰醋酸，浓度是普通醋酸的45倍，然而大姐还是没有任何感觉。节目组算是彻底服了，一问才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。大姐说自己嗅觉异常，根本就闻不到任何味道，所以才不会觉得臭。说起来还是挺心酸的，这给她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障碍。做饭常常会放入过量的盐和辣椒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但最严重的是，她经常会忘记关燃气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。大姐说自己如果恢复了嗅觉，最想闻的就是鳐鱼的味道，想知道什么叫做臭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，属于先天性缺陷，是无法恢复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姐却并没有很伤心，说自己已经习惯了，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。她现在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。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。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。
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。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。要装满1桶棕榈汁，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。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。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这家人看电视必须要戴头盔，还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进入卧室也要戴上帽子和手套，拿着工具防身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家里有个猛兽，透过门缝才看清，这不就是只猫吗？这有啥好怕的？大叔说你可别小瞧它，接着展示了身上的伤口，说这些都是猫抓的。猫咪一直都很温顺，从3个月前开始性情大变，毫无征兆地向主人发起攻击，严重的时候脸上头上都被咬过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们才戴着头盔看电视。可没过一会，躲在沙发下面的他发现了没有穿防护服的摄像小哥，接着发动攻击，死死咬住了大腿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他关在卧室里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必须要进入卧室才能给他铲屎，所以大妈不得不又拿出了头盔，全副武装起来。刚打开门，猫咪就虎视眈眈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对主人发起攻击。好好的猫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和主人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它是生完孩子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当时怀了7胎，主人决定给它剖腹产，过程中有一只小猫不幸夭折，可没过几天又死掉3只。从那时起，它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开始攻击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小猫的安全，主人把猫都送人了。医生认为它在失去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一切都是主人导致的，对主人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他提供一个舒服的生活环境，放上一些他喜欢的玩具，播放舒缓的音乐，让他感到放松，同时结合药物治疗。就这样，经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又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死死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了上去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吗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地站上去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大家又给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好几分钟。这时公园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这只狗天生没有肛门和尾巴，已经3个月没拉屎了，便便已经堆满了整个身体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小黄是只3个月大的流浪狗，被现在主人捡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应该是之前主人看它天生残疾，直接就丢了。现在的它只要吃一点点东西，立马就想排便，但不管怎么努力都拉不出来，疼得它汪汪大叫，有时候努力半天会挤出来一滴，主人只要一碰到它屁股，它就会疼得乱摇，看着非常无助。主人也带它去过很多宠物医院，医院都认为手术风险太大，拒绝为它治疗。主人不放弃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一家肯为他手术的医院。医生表示，虽然他没有肛门，但直肠和子宫颈相连，便便可以从那里挤出来一点点。
这应该就是支撑他活到现在的原因，但体内堆积硬化的便便无法排出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医生在帮小黄剃毛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，小黄竟然是个雌雄同体，连医生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没办法，现在只能暂停手术，要详细检查他的身体构造后，才能确定最终的手术方案。检查过后，医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除一部分与生殖器官相连的直肠，重新构造出完整的肛门，然后把直肠和肛门连接起来。紧接着手术又开始了。这种大面积创伤性手术对于3个月大的小狗来说风险很大，好在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手术很成功。医生表示小黄很快就可以正常生活了。听到这话，主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但几天后，主人突然接到医院电话，原来手术后狗狗出现了大面积感染，不断呕吐腹泻，而且狗狗一直就患有各种传染病，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，结束了它短暂而艰难的旅程。医生说，如果第一任主人不抛弃它，早点带它治疗的话，可能情况会比现在要好得多。愿所有的狗狗都能被温柔以待吧。大妈每天抱着鳄鱼睡，把鳄鱼当女儿养，甚至还会给鳄鱼做美甲，用绿色指甲油把一只爪子都涂成了绿色的，但鳄鱼好像不喜欢绿色，顺手就把指甲油擦掉了。大妈又拿出3瓶不同颜色的让它选，拿起粉红色在它面前晃了晃，鳄鱼竟然摇了摇头。大妈又拿起大红色，鳄鱼眨眨眼表示喜欢，大妈只好重新给它涂上红色指甲油。你还别说，现在看着性感多了。做完美甲，鳄鱼就趴在床上看电视，最喜欢看动物世界，尤其喜欢三嫂捕猎的画面，偶尔也看会动画片。蜡笔小新就很符合它的口味，大妈只要一换台，鳄鱼就会去抢遥控器。为了让它看得舒服，大妈还会给它垫上枕头盖上被子。鳄鱼大部分时间都是乖宝宝，偶尔也会发脾气，到处拆家，不停地挠地板。大妈却见怪不怪，说鳄鱼是个女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还没找过男朋友，才会急得到处挠。发泄完内心的欲望，鳄鱼就会静静地看着窗外发呆。大妈后来也想开了，女大不中留，准备带她出去相亲。路过一家肉店时，鳄鱼直勾勾地盯着牛肉，把找对象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大妈只好给她买了10斤回家吃，这次连上楼梯都不用抱，自己爬得飞快。她现在只想吃肉，一口下去真特么得劲。吃饱喝足，直接趴在客厅一动不动。大妈只好抱着她去洗澡，先来搓搓背，顺便来个全身按摩，洗完再擦点香香。鳄鱼一脸享受，洗香香后直接爬上了床，大妈抱着她就睡觉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。大妈每天来餐厅却从不吃饭，老板却开心的不得了，只因大妈有个绝活，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。家里的苍蝇见到她都吓尿了，只见她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摄像小哥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大妈看着小哥笨拙的手法微微一笑，说捉苍蝇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。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，手掌4指并拢，慢慢迎着它的头部靠过去，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，等到它搓手的这一刻，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它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，等它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很快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直接丢火里。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，在大妈努力下，家里苍蝇日渐稀少。有时候实在手痒了，大妈还会免费给附近餐厅抓苍蝇，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餐厅老板连连喝彩。即使灭蝇气，也没有大妈徒手抓得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大叔只是在走路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。他竟然在用手走路，还都是走的鹅卵石路面，这得有多疼啊！有人认为他可能双腿有残疾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时大叔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都做了5年了，不仅不疼，做完还非常爽。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。即使在公司，他午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为啥会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呢？原来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必须要做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处在绝望中的他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这么一做就做了5年，慢慢的颈椎也不疼了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还是很担心他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果然颈椎恢复的不错。接着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部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。医生表示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坚持锻炼。听到这话，大叔更开心了，出了大门就一路用手走回了家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。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，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，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都香。
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一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你说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。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，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给大姐切了点水果，没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靠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制品，大姐都想尝试一下。她边吃边发表看法，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？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？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灶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。她说竹子有酸味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，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，每天给鳄鱼做足疗，偶尔还来个大保健。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，然后用洗澡巾搓背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入料酒去腥。鳄鱼的皮肤非常厚，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，主人累到不行，鳄鱼却一脸享受。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在公园散步，已经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，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，精心打磨指甲后，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，看起来美美的。完事后再来个亲亲，抱着鳄鱼就睡觉了。因为鳄鱼比较能吃，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，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，刚开始只是一个蛋，慢慢孵化出来，经过精心照料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。还说饿了么从没咬过人，
甚至很少发脾气，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。平时饿了么最喜欢的就是看球赛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主人一手抱着蜥蜴，一手搂着鳄鱼，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，每次比赛都要看。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，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，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，欢快地翻滚，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。这段是我瞎编的。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，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，这有啥好看的？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，大家都感觉很奇怪，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，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，好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就算被行人撞到，被婴儿车撞到受伤，也不会停下来。在市场上问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它主人，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一把它放下，立马就开始旋转，好像有开关一样，碰到地面就启动，而且它根本不看路，每天都面临着危险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只有吃饭的时候，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，吃完立马开始旋转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。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，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，它都快窒息了，还在自顾自地转。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，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，发现它颈椎出现了问题，导致脑压增加，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它更多的陪伴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，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当他入睡后，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他下意识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，很可能还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，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，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。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？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，徘徊片刻后，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，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。